好，现在这个川普啊，即将要上任嘛，倒数20多天哦，马上也有一个纪录片呢、要记载这个川普的狂人法则，但是没想到在美国上映，现在已经遭到施压，因为川普不想要看嘛，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伊朗裔的这个导演哦，他拍了这样的狂人法则，就说描述川普如何像怪物一样的成长这么负面，川普当然不开心哦。那他说，如果川普团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跟他聊一聊哦，在放映之后，那恐怕现在这不见得可以上啊，有一个压力存在着。那还有很多的美国企业现在也感受到压力啦，因为过去可能并没有站在挺川普那边啊，哎呀压错宝压到贺锦丽那儿去了，或者是站在这个马斯克的对立面，现在都纷纷的要赶快来抖内捐款一下哦。那你看，像是福特、丰田、Amazon 这个创办人 Bezos 也捐出了100万美元，大家都这样子捐啊，捐钱的捐钱，捐车的捐车，捐钱又捐车的也有哦。所以捐款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大家都希望说，帮川普风风光光办一个这个就职典礼啊，以后可能可以少被找一点麻烦。那马斯克的 XAI 现在也完成了 C 轮的融资哦，现在大张旗鼓说要打这一场 AI 战哦，那结果马上啊，像是辉达呀、超微啊，也都赶快去这个技术性支持哦，就说也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融资，所以哪怕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也这样子表达一下，因为现在你们两个掌权嘛。那还有呢，看到了这个美国今年算是这个1991名的 CEO 哦，竟然在今年都陆续离职哦，所以明年的这个经济，大家觉得恐怕股市这种动荡状况还是会持续下去。那再来看看中美之间他们争夺 AI 晶片龙头的角色。余承东有预告啦，因为美国等于是制裁华为，制裁失败了嘛。那今年大家最亮眼的就是看到了3折机的登场哦，那已经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产品，但他告诉大家，明年还有更让大家意料之外、想都不敢想的产品，华为要再推出了哦。现在还没过年呢，已经先预告明年这一场战争。那美国半导体协会呢，他们就在讲说，美国应该要谨慎行事，而且应该要扩大，就是整个业界来合作，否则恐怕会打压到自己。现在美国对于大陆半导体的调查跟限制，其实好像说来就来哦，这些限制已经引发了全球对于美国晶片不再安全可靠的担忧，因为我跟你合作一下，会不会合作到一半，你们这个制裁下来反而影响了，所以变成导致其他各国要绕开美国，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后坐力哦。那美国这样子的一些追杀哦，中国大陆的 AI 公司正在力聘途径哦，要来追赶美国的企业。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包含了像是抖音也好啊，都在推这样子的一个 AI 的功能哦，所以其实他们这个追赶速度是比起预期来得快哦，让美国人也是吓一跳。那还有我们看看在中美贸易战互相卡位，2025中国大陆呢，当然展望是非常好，因为它今年的成绩就已经不得了了。1到11月出口汽车的总数量年增23%哦，到达了584万辆，那今年突破600万辆是没有问题的。小米现在也要说来打一个团体战哦，雷军先宣布了，他说接下来要跟这个蔚来、小鹏、理想大家一起来合作，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充电桩啊，全部通通可以就是共融，那纳入小米的充电地图里面开始要打一个团体战，主要就是要应对日本现在也开始要打团体战了嘛，本田、日产、三菱现在他们的合并计划哦，未来如果合并起来的话，会变成全球第3大的汽车集团。那现在就是看到2025年已经肉眼可见的这一场电动车之战哦，已经烟硝味已经在这个年底已经开始了。那比亚迪会危险了吗？因为当然日本来势汹汹，好像目标是要对标比亚迪哦。那不知道是谁胜谁负。那日本的这个本田、日产，他们现在联手之后呢，本田的社长讲，新兴势力正以一个未有过的速度不断发展进化，与日产合并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特斯拉还有这个强大价格竞争力的中国大陆企业正在崛起。那目前大陆汽车产量在20年间呢，飙升速度非常快。我们看红色这一条线呢，20年前可能在全球产量是1%，现在已经高达39%，快40%了。那反观呢，原本在高处的日本啊，
这个德国、美国通通都是往下降，应该是说欧洲啦，整个欧洲从本来占比大概2成3成哦，现在有的甚至只有10%，或者是只剩3%。美国现在这样子岌岌可危哦。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美国就是说看起来这个整个政商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这个政呢就是川普的政权，商呢就是马斯克的商业利益所以这个怎么样结合，我是很好奇。因为再怎么讲的话，政府跟企业界之间还是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界限。对。比如说拜登他打破民主党传统，他居然搞这个晶片法案，搞了几百亿美金去补贴美国最赚钱的几个公司，去补贴他们对，这个跟民主党的这个是照顾中下层人民，而不是照顾大企业的这个基本的理念都被吃了，所以很奇怪，就是说这些大公司可以拿到50-60亿美金，像 Intel 就可以拿50-60亿美金。这个是美国历史上越来越奇怪的事，可是呢，现在美国政府就在公然补贴它的这个产业。那可是它产业它是以产业为主，它没有说对公司为主。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将来的那个川普政府它是以公司为主。比如说呢，就是这个 SpaceX 它是要发展这个太空事业的，可是呢，他的很多经费呢，自己相当的不够。可是呢，川普现在任命了一位新的，就是说 NASA 的执行长。这位老兄也是个年轻人，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跟马斯克好朋友，他是过去是投资马斯克的很重要君主之一。那现在去掌握美国的 NASA， 是不是美国 NASA 以后这些国库的钱就要通他个人的公司呢？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川普上来，我觉得我们先不讲法律的问题，不过就商业界现象看起来有政治力量的这些用川普的政权做他的背书的尤其是马斯克，现在看起来要钱有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不对？他不但他的这个金主已经进驻了国家的机构，你看他随便搞一个 AI 的公司，所有人都来干嘛？都来朝圣。这个我觉得民主党如果做事的话，他就做不好反对党，他一定要在里面要好好监督一下公家的钱怎么样最后都跑到马斯克的口袋里马斯克怎么样？一方面呢又做大官，一方面又做董事长，这有没有利益输送对他有没有避嫌这都最基本的概念。现在川普通通在挑战，我不认为川普可以好好过关。我觉得他在挑战的是美国的政经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说马斯克可以这样就做官，又做他的办公司董事长，一方面又用官的身份去威胁这些其他的，不管贝莱德、摩根斯坦利这顶级公司，然后呢去投资他的自己的公司，这样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吗？这没有图利的问题吗？所以呢，我们在台湾，你今天你要做官，你的财产都要交付什么信托保证的。请问一下，马斯克做官将来要不要他的财产要不要信托保证？他是不是要请辞很多他自己私人公司？这都很大的问题。对，现在川普是刚上任一片欢欣鼓的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他不出3个月，美国的反对党一定会一一挑出来。我不认为他现在看起来风光的如此要钱有人，要人有人，有钱的情况可以在美国的体制下走得多远？我不认为如此。好，来请教杨老师。一个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你看到这些大企业跟个人不断的100万、200万的在捐赠，而且公开的新闻，现在已经达到1亿0700万美元以上的这个募款，但它不是募款，它是企业的道歉费，它是企业的保护费，它是企业的门票，因为是没错，你如果捐100万，或者是找到人家来捐200万，你可以拿到6张门票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招待会、烛光晚宴，还看这个川普的伉俪出席正式的晚宴，一场黑领节的舞会，
那是什么鬼啊？这叫做什么东西？这叫恶心到极点的金权政治，这就是 plutocracy， 金权政治。各位知道吗？美国现在20%收入最高的20%占所有美国的财产70%以上，而最低的50%只有所有美国财产的2.5%。你没有听错，50%底下的美国人只有美国的财产2.5%。而那个最有钱的1%是多少？30%。那如果那个0.01呢，也超过15%。所以美国形成一种极度的这种分配不平均、贫富严重的这种差距。12月的消费信心指数降下来，圣诞节大家应该要努力消费啊。对 ，After Christmas， 结果没有，大家不敢。为什么？因为觉得川普上来之后，他的关税政策，他的许多的作为会造成物价的不确定。但是川普不是降税，降给大企业。那你说那个小辈不收税，那真的是算什么呢？所以这个国家根本而且不遮掩，这个国家不遮掩，你有钱可以买到通路，就算过去你多么的批判的川普，多么跟他保持距离，现在你只要拿出100万、200万，你就可以。那你说别的国家没有吗？我想我们在台湾有没有人这个拿钱？我想一定有，那至少都台面下好不好？那你现在变成台面上的，你把所有那些50%以下的美国人，你情何以堪？他们怎么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那川普的当选都是这些人一票一票累积起来的，结果他的座上宾是100万、100万、100万的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累积起来的。这种金权政治哦，如果民主政治最后走到像这样川普的金权政治，不玩也罢。那100万好像复活费哦，那个玩游戏死了，可以复活一下。来问一下将军。其实我说到车子哦，我真的是很感慨哦。以前怎么样想也想不到说中国可以做出车子出来，因为我以前从小时候刚开始，大概觉得全世界男生都喜欢车子了。大概对车子都比较了解一点。以前我们都觉得车子，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我小时候是美国车哈，但是大家想想看，你知道美国车有很多品牌，那凯迪拉克、林肯啊、雪佛兰啊这些，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时候美国的车特色就是排气量做得很大，大概4、5千 cc。第二个，它的口胸做得很软，坐在里面很舒服。但是以前总统的坐车都是凯迪拉克的，有钱人的老板都坐凯迪拉克，但也因为耗油量太大。所以说后来就慢慢被日本车取代了。那第二大就是日本车市场现在大概还在。那第三大的一个汽车生产市场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欧洲哈。欧洲其实就国家太多了，从法国，我现在举几个品牌，以前我小时候听过，大家我们在台湾可能都没有听过了。法国有雷诺车，你知道吗？它的那第二个的德国的双 B 大概都知道，双 B EA 大家都知道。然后其实瑞典除了我们现在讲的富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车子叫萨巴，我们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了。那再来就是意大利，意大利有比较这种一般化的品牌叫做兰基亚，可是可能现在在台湾我们也很少看到这种品牌了。可见呢，这个欧洲车也慢慢就没落了哈。然后后来有一阵子，我自己印象中有一阵子，因为石油能源的关系，因为油价上涨，就大家就在想办法节能减碳，还有降低排放，所以日本走的是 hybrid 系统。那欧洲走的是柴油车系统，可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很少看到柴油车了。那时候有很多柴油车，现在还有，街上还有，但现在也不再生产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讲，趋势就是电动车嘛。那个时候不管是日本丰田系统或者是欧洲系统，他们认为说是电动车，因为第一个电池的技术，第二个会有充电里程，第三个会有很多充电的电动桩的限制，干嘛？可能他们认为说是不是很看好一个行业。但是没想到，这个中国我自己也蛮讶异，在这一段来讲，它弯道超车，确实弯道超车。它不但电池技术日新月异，一直持续的做出来，而且里面的装潢或者是说这个电控的系统来讲的话，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你有时候你开过这个车以后，你就没办法再回到以前了。我举一个，你知道女生开车一看就知道是女生开车，有一个动作，你看她车子一发动那个雨刷先刷。你知道为什么雨刷会先刷？你知道，因为欧洲的车子它那种排档，尤其是宾士的那种排档，
它的排挡的位置是在日本车的这种雨刷的位置，所以如果上车以后他不晓得排挡没有改过来的话，他会去先开雨刷。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说开过中国车以后，那开过电动车之后，你很难再回到以前去开这个汽油的车子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如果说是日本跟欧美这些国家没有快步赶上的话，那你如果要再抢回这块电动车的市场，我觉得那就很难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马上来关注一下哦，美国最近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哦？之前不是有这个巡洋舰误触大黄蜂就自己炸落自己的事情嘛？结果呢，现在被媒体爆料啊。原本还差点要击落第二架，那当时呢，美国消息人士讲说，其实第二架大黄蜂哦，就是发现导弹正在引导啊，那在被击中的前3秒钟将其拦截，所以才没有第二架被击落的这种状况。而且这一阵子，其实我们都听到说，五角大厦束手无策啊，对于神秘无人机连续17天在美军基地这样出现哦，其实感觉好像已经。就是最近美国的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频频出现，空中很不平静哦，就连平安夜甚至在机场都出现了这种全美停飞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透露呢？是美国束手无策，还是美国正在搞什么鬼呢？因为在同一时间，昨天大家关注到说亚塞拜然的坠机情况哦，那现在目前生还者是29人，有38人死亡，这架航空里面有67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坠机前机舱的影像曝光了。那失事的客机在降落之前发生了爆炸的情况哦，我们来看看画面。那其实就是有一些民众呢，他们就是拍下了就搭机幸存的这个等于说乘客啦。他们就说听到了机尾有一些爆炸的声音哦，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机舱就是出现了一些破洞啊，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掉落物哦，所以现场的状况是非常的危急。那后来哈萨克呢这一个客机的航机也曝光了，在失事之前其实持续在空中盘旋哦，幸存者就讲说他们其实有3度想要降落在车程，但是都没有降落成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空难？还就是这个空难到底是鸟击，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阴谋论呢？现在说法众说纷纭啊，因为他在机尾地方发现了有数十个从外部穿透的孔洞，但是官方的说法还没有被证实哦。有几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俄罗斯的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初步相信客机是跟鸟群相撞，也就是鸟击的状况。那再来疑点2呢，是讲说，其实好像有受到 GPS 的干扰，在车程附近那一边，好像是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攻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疑点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的 GPS 现在有一点老旧，所以是不是定位上面有问题？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之下，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定位，然后就出现了这一次的这个等于说意外事故哦。那这个也是引发了国际的讨论。再来，我们看美国的无人机现在也要加入到了俄乌战场嘛，因为美国派出了全球鹰侦察无人机，说是要去搜集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情报。那他们就讲说，每当乌军对俄国内部目标发动攻击的时候，其实就同步发现美国侦察无人机的活动频率增加。换句话说，我们最近看到乌克兰的一些反击啊，不论是打到那个喀山的民宅啊，是不是都跟这些有关？就是先无人机去探寻一下那个地形啊，或者是定位位置哦。那还有俄罗斯呢，也击落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这个残骸还引爆了这个购物中心的起火的情况。耶诞节感觉很不平静哦。俄罗斯发射了70枚的飞弹，还有100架无人机。感觉上面这个没有因为耶诞夜感觉到更平安一些，反而是加强了一番攻势。俄罗斯的外长讲说，因为俄罗斯必须要保持战斗的情绪，对于他们来说早就没有什么节日不节日了，就是面对到川普上任之前最后一波加大攻势而已。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这次美国在红海这个
自己的护卫舰把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2架飞机打下来1架，另外1架后面传出来也差点被打下来，这个就变成很多人认为不太可思议，因为它有一个敌我辨识系统。那这个敌我辨识系统它不应该发生这个护卫舰跟打下它所护卫舰上面的那个飞机而就是大黄蜂，这个是美国现在在这个舰载机上最先进的，那不是那么容易击落的。还有就是说，听一些专业讲，就是说它事实上2个军舰上面的这个图示所有的情报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你今天这个航母上这个飞机起飞以后，你的护卫舰上面应该所有的图像显示都应该很清楚，这就是从我们自己这个航母舰这个起飞的，对，怎么会无法辨别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听那个张恩勤将军讲，他说最后要开火，还有一个最后的关卡，这个好像就是作战官还是武器官，在这个任何舰艇上，他要判定以后才决定要不要开火。那等于说每一个环节都失灵，每个环节都失灵，而且这个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个第1架飞机被击落以后，美国立刻举手说：“哎，对不起，我们1架飞机击落是我们自己打的。”这是非常非常丢人的事情那后来呢，这个胡塞组织说：“对不起，我们也打下1架。”那是不是到底是胡塞打的还是美国打的？我觉得是美国的话，永远不会承认。对，那胡塞既然已经说了，你不承认，他也已经说了，这个就会变成一个罗生门不过真正来讲的话，美国这个大黄蜂这样子先进的这个武器在这个区域被击落，实在是让人觉得美式武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他这个军队的整个内部的操作是不是有问题？对，应该就是说整个电子作战应该会让你的这个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受到很严密的保护，不是说还被人家打击落，或者说被自己人击落，这个都是我觉得应该美国人要很认真去查的，螺丝松了，应该美国人要很认真去查的，他这个国会的国防委员会应该去认真查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美国人也是急于内斗，一切都在内斗。这么严重的事发生在他们这个这个军队里面没有看到美国社会，美国的这个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一个很认真的追查，倒是我们还替他真的想要找到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走下坡，真走下坡，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然后现在这个亚塞拜然这个飞机我觉得疑点重重了，我觉得疑点重重。那最后他现在还有这个生还者还有29人，这个可见这个会有很多见证的人。那这个我想就是说人为的因素看起来是不小。对，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飞机上居然有那个羽翼上有那个破洞这都是很奇怪。还有这个飞机上有很多弹孔这都是很奇怪的。我觉得在那么一个复杂区域里面你真的很难排除有这个遭到不明飞行物攻击的可能性了。对，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我想说，俄乌这次来讲的话，美国提供这个情资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已经被俄罗斯弄下来好几架过了也大家印象中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在黑海上空被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对着它撒油，那时候印象大家还清楚。然后完了以后，甚至于俄罗斯的飞行员还故意去撇他的飞机，回来以后，这个普丁还给这个飞行员颁英雄奖章。我想，那为什么我特别讲说这个很重要？因为跟我们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如果说我们两岸之间发生任何一个军事上的冲突，你说靠美军来救的可能性不太大，美军也不太可能来参战。他们唯一跟日本来讲能够协助我们台湾，就比照这种乌克兰的方式再将这个相关的情资，由它不管是卫星或者利用无人机，或者是海上的军舰所收获到的情资，然后提供给我们。也因此，我们怎么样跟美国这个情报能够交换，能够链接在一起是非常重要。但是我特别要讲台湾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前日我们说美国军售给我们台湾的 Link 16来讲的话，
这个 Link 16是目前来讲，我认为说是没办法跟美军将这个情资交换给我们，因为必须要进步到 Link 22才可以。因为这话不是我讲的，是苏子云讲的。苏子云讲 Link 16是什么？是黑金刚手机，我们要用 Link 22，那个是现代化的智慧型手机。那由这一句话，这个苏子云见证的一句话，说这个 Link 16只是黑金刚的形式。那我们用一个黑金刚手机，你怎么跟美国人家用 iPhone 手机来做一个连线呢？人家情报要传给我们，用一个 AirDrop 传过来，结果我们只是黑金刚手机，我们没办法收这个情报。所以我讲这个战场上面情资是非常重要的。那之所以说美国这架战机，我现在经过这2天研究之后，我发现它是怎么被击下，它是美国跟这个胡塞组织共同击下来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大家不要笑，我跟你讲啊，因为今天来讲还有另外一架是加油机，它2架飞机飞在一起，要加油的时候速度已经飞很慢，用最慢速度在飞，才可以实施空中加油。那我相信这时候这个胡塞组织是做什么呢？它导弹也过去了，无人机也过去了。刚开我认为说是 F-18速度很快嘛，你无人机不可能追得到，你导弹也不可能打得到。但是现在来讲，如果说是有另外一架加油机正在实施空中加油的话，这时候它飞机飞的速度很慢，那这时候胡塞大批的无人机、大批的导弹过去，那就巡防舰上面来讲，它雷达幕上面看到一定是密密麻麻很多的点，然后其中有些是导弹，有些所以雷达它没有办法自动去判断。说这架是我们的军机，还是说是这个胡塞打过来的导弹，还是无人机，他没有办法判断。在这种状况下，那就武器管制官他可能就是一个按钮就下去了。那下去以后，结果没想到这个无人机没打到，就打到美国自己的 F-18战机。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这样的。你说暂时来讲的话，其实官兵都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况。我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不立刻下达决心，我不立刻将你摧毁。如果来的是导弹，你就可能打到我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各位朋友好，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看哦，这个风传媒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哦，就说海基会董事长透露了，上面指示一道神秘的任务，上面是指谁哦？可能是来自于赖清德的一个指示哦。两岸有望靠着新共识破冰吗？有一场这样神秘的晚宴哦。那风传媒他们独家获得这个消息，在12月中旬的时候，海基会董事长吴峰山呢，为了征询两岸的突破之道，刻意做东，这样子邀请大家来吃了一场晚宴，神秘的晚宴。受邀的宾客到谈话的主轴，看起来好像是为着新共识在酝酿。什么是新共识呢？新共识可能是相对于9·2共识来说，他们想要有一个新共识。那我们看看这个宾客名单好像说跨越蓝绿白阵营政治光谱从独到统都有。那吴峰山呢？据知情人士表示，他一开口的主题立刻震惊包厢，然后就讲说，上面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重启两会对话呢。那目前这个陆委会海基会那其实是没有沟通的管道嘛。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双方政治关系因为缺乏政治互信基础，已经跌落到谷底了。那可是明明现在看起来，这个赖政府就是希望两岸老死不相往来，你还有想要交流跟对话吗？这让大家就有点打上问号就一直派出这种侧翼什么网红在那边制造对立，你有想交流吗？好像并没有这样的讯号出来那但是他们讲说，这个党政高层拜会吴峰山的时候，希望他出任海基会董事长的时候吴东山当面提出的问题就讲说是希望能够交流对话，因此知情人士就讲，听他看来，目前两岸双方都有意要寻找解套方法，但是呢，因为北京方面是坚持9·2共识但是赖清德他们之前就是主打着就是不要9·2共识，所以现在两边都骑虎难下，报道是这样讲了，那从而陷入了僵局。唯一的解法就是希望能够砍掉重练，推倒重来，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新共识。这不知道是不是赖清德就是单方面释放出来这样的一个讯号那我们来看看，央视也公布出来2024台海的10大新闻，联合地线不是第一名那第一名是谁呢？我
们看看联合利剑 B 现在目前看起来排名是在第6名。那但是排名第一的是谁？是马习二会今年4月10号这个历史性的一个马习二会，习马二会。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是两岸这就央视来说啦，是台海关注度最高的首要新闻。那前3名的新闻也都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有所关联的，但是马习会、习马会竟然是排名第一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海陆空的战力大提升，歼15的战机传出年产40架根据保加利亚的新闻网他们的报道，他说他们引述2023年一些开源情报讲说，现在歼15的总架数大概是60架最近流出的一些中国大陆的影片显示出来，编号9697的歼15战机呢，从中国大陆的航母上面起飞，那暗示可能现在目前生产的速度已经在加快当中那歼35也变成了辽宁号的主要的新利器。他们说当时呢，在2022年12月部署的时候，辽宁号上面战斗机的日均出动架次大概是20架，但是到了今年9月经过整修之后，现在出动率已经提升到37架次那最高甚至可以高达48架次，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海空的这个战力是大为提升。那美国当然也感受到啦，美国现在要怎么样应对这个事情呢？根据 CSIS 他们去年进行的模拟台海基战的兵推发现可能现在要怎么样面对中国大陆现在第一大水面舰队，他们的想法是说，那我从海底来，就所以潜舰就能够进入到大陆的这个防卫区嘛，然后并且严重可以破坏中方的舰队，他们自己这样子一个兵推估出来但是他们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我们数量不够。讲完半天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进去，但是没有足够的数量，因为比一比中国大陆60艘潜舰当中有6艘这个核动力攻击潜舰，那美国目前有67艘核动力潜舰，包含了49艘的核动力攻击潜舰。那他们的一些研究指出美日韩澳还有英国其他盟国他们的潜舰总数量现在超过了100艘，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的这个潜舰库存并且具有极高的战斗力。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加上俄罗斯就你可以加一堆盟友，那中国大陆就这样子我们全部都围殴你一个，你觉得俄罗斯不会参与吗？那再来看看川普感觉好像是不是让全球大乱？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购物车里面一下加了巴拿马，一下加了加拿大，一下加了格陵兰嘛。那现在巴拿马可生气啦，巴拿马他们现在都还出来抗议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分析观察者网讲说，按照川普的想法美国可以吞了加拿大，收了巴拿马，然后再买了格陵兰等于说整个北美洲快要被他给全部吃下来了。那他现在还要提名驻巴拿马大使就是他周3的时候宣布了，这个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个戴德县委员，现年34岁的这个卡布拉雷作为巴拿马的大使那他在 po 文当中还讽刺了一下中国大陆，就说祝福中国大陆的军人圣诞节快乐，但是你们却非法经营着巴拿马运河，所以原来他想要买巴拿马也是冲着中国大陆吗？那还有巴拿马的民众他们也上了街头来抗议，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好，我们看这个巴拿马群众他们是很生气的，甚至焚烧了美国国旗来高呼说川普放过运河，入侵的外国佬滚蛋，还有放上这个川普的照片表达对于川普要买下巴拿马的抗议。那另外川普在耶诞节这天也狂 po 文 po 了30几篇文章甚至直接在骂加拿大，就说骂一些什么激进左派分子也骂这个杜鲁道说公民赋税过重甚至呢还讲说他支持国家兵队联盟的传奇人物格雷茨基能够成为加拿大总理的潜在候选人，直接想要把杜鲁道给换掉了。所以真的是全球大乱了。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们先讲这个海基会海基会总部大概知道在那个大直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那里面修的富丽堂皇的非常漂亮。可是他过去在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从蔡英文上任以后就没什么事做了，就变成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说让一些退休的政客啊什么在那边养老纳凉的，然后薪水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吴峰山还是比较好，他上来以后要主动请缨上面还交点任务给他，让他做一点事，要不然的话，真的在天天凉凉的没有事做领高薪，然后没事他的副董事长这个罗文嘉还可以出来说，哎呀那件事情请那个马英九帮忙协助一下，他照样领薪水，事情要别人做，天下有这么好的事。那现在他们说实话，就是他也讲得很清楚嘛，上面指示，他也不讲上面是谁，海基会上面还有谁？他董事长他上面还有谁？对不对？他是一个民间团体怎么还有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那就是讲明了，这就是什么样，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民进党党国体制下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嘛，对不对？还有上面人指示他，可是问题就是说他只讲出任务是什么，可是他没讲这个任务为什么没办法达成的问题，对不对？你不接受9·2共识，大陆根本懒得理你谁都不理对，而且很多时候大陆也看人你吴峰山大陆就不会请你去你的政治立场你没有交代清楚，人家怎么会请你去？对，大陆是坚决反对台独的你在这上面立场不清楚，大陆根本不往来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上面给吴峰山一个难以达成的任务，所以他干脆把它丢出来，里面请了一些独派的也去统派的也去，我想去独派的有用吗？现在你要跟大陆去解开这个结的话，你现成的人你应该去请教一下你请教一下马英九总统你请教一下这个洪秀柱主席对，你去跟他们请益一下，怎么样可以解开两岸的结，虚心的去请教一下，要不然或请他们帮忙才对。你这个时候你还请客，还有什么独派的一起去？大陆对于独派的已经没有宣布说什么是什么顽固台独分子都已经一个一个越来越多了。那所以就是说，两岸不能交流的原因就是很清楚嘛，就是的独派嘛，你搞台独嘛。马英九没有搞台独，马英九搞9·2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情况之下，你看我们那个8年跟大陆的真的是交流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密切，也没有敌意，也没有战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危机，不是很好吗？蔡英文一上来以后，就是不断的这个你渐进式台独也好，你现在是猛爆型台独也好，都把两岸关系搞成目前这样，那你就叫吴峰山，对，人家本来坐在那边没事干的，可以领高薪的，你又给他一个达不到的任务，我觉得都不是办法啦。有一招叫吴峰山去建议一下他的上面，就说上海已经说要开放大上海团来台湾旅游你们赶快开放吧，不要在那边拖了。你如果这点小事都不办的话，你还要人家跟你建立什么沟通管道，门都没有。好，来请教将军。歼15这个应该是它是属于一种重型的航母的一个战斗机那将来势必是跟歼35来做一个搭配。那目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讯息，就是歼35来讲的话，在珠海航空展，它就展示出歼35A 那是陆基型的战斗机。那是否会在航母上面？目前来讲的话，它还没有很明确的有看到这种机型，但是有一个机型在影片上面流出来，就是前面是2个轮子的，前面那2个轮子代表它的这个主轮来讲的话，它基座表演应该是准备要放在福建号航母上面弹射起飞的。那歼15也有类似的这种改造的造型，就是前面加强它的主轮，那是准备用在叫做歼15T。T 就是弹射意思，那准备用在福建号上面。那我们现在讲辽宁号，辽宁号到底是什么样？因为前年那场它回到大连厂整修了整整1年多的时间，那时候很多的揣测说是不是要淘汰了，不能用，因为它毕竟从瓦良格号改变过来的，那服役年也蛮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来讲，证明它不是进去里面不是说不用了，而是
经过一个彻底改装。那我认为说这次的改装，它可能就是准备要上歼35来做改装的，因为歼35来讲的话，它飞机的轮子跟这个歼15是不一样宽的，它必须要改装。还有维修底下机库里面，它维修的空间、备料的料件这些，整个都要做一个彻底的改装。所以我相信这个辽宁号那时候进这个大连厂改装了1年多，就是为歼35上舰来做准备的。那如果说是包括到即将成军的福建号，还有辽宁号、山东号，都可以用歼35跟歼15来做一个搭配来讲，高低配以及这个隐身式的战斗机来讲的话，我相信战力来讲应该是倍增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讲说这个潜舰哦，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他一直认为他潜舰上面有优势，因为他科技方面。但是我这边特别讲，全世界来讲，潜舰经营造的最好的是俄罗斯哈。俄罗斯来讲，美国他们都忌惮几分，然后其次是日本哈。那美国来讲排第3。其实大陆来讲，解放军的潜舰确实在这个经营方面来讲，最近是有迎头赶上。那之前来讲的话是不如人家。但是我特别要讲，美国来讲的话，确实想要在潜舰方面这个数量上面或技术上面压倒中国解放军，但是他自己国内来讲的话，产能是不足的，所以他现在联合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讲奥克斯集团，他帮奥克斯就是你来做，对不对？做6艘，然后我技术提供给你，由你自己来生产来做。那澳洲来讲，当然就是当一个大头了，对不对？我自己花钱来造潜舰，但是给美国用。但是我特别要提醒，就是美国也不要很得意，说是你这个潜舰上面数量有优势，但是作战的地方在地优势是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来讲，它不需要用到核子潜舰，它在这边在地优势，它用039传统潜舰来讲，它就可以应付这个地方的这种海底的一个作战。所以我觉得说是潜舰作战来讲的话，并不是看说谁这个核子数量比较多，而是应该看是作战的地域谁比较熟。那尤其是中国，我特别要讲，就是这样。解放军在这个沿海地区已经建立一套叫做海底长城，就是防你美国的潜舰的。好，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我觉得吴峰山的这个动作哈，这是一个策略。他就是在拒绝以及整个抹黑9·2共识之后，也就认为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9·2共识就是接受中国的这个投降派。然后呢，他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参会，释放出来一个讯息，说我们正在跟大陆建立新共识，愿意在不触及任何政治或者是说军事的前提下，那能够推动两岸的互动，在海基海协，当然它是这个平台，所以这种新共识是什么呢？它能不能建立呢？当然不能，他也不知道新共识是什么。他如果真的知道新共识，那就是2国新共识，那就是一边一国。那到了这边不会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接触。大陆说很简单，你去接受9·2共识。他在上来的时候，大陆这边曾经说，你接受9·2共识，两岸就可以这个重启一切的这个对话沟通。那吴峰山曾经说，那9·2共识，请你说，他说，请大陆说。你把中华民国放在哪里？那这9·2共识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去认定，对不对？各表，我们自己表述我们自己，大陆表述他们的。那但是这个表是在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当你面或当我面或当国际面，那就撕破了。一撕破，你就要面临到政治上的这个对决。那还没有到达那个时间嘛？所谓的政治上对决，就是军事上的对决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因为把9·2共识完全污名化之后也回不去，他就说要建立一个新共识。因为现在你看到日本跟美国都有一个讯息出来啊，希望两岸能够去对话和平。所以呢，同时来透过这些台湾内部在制造这种两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污名化任何在做两岸沟通、两岸交流的人。甚至在媒体上、网络上帮中国大陆讲话的人，事实上都在讲实话。那现在所有连 Freeman 都在讲实话了，对不对？Thomas Freeman 到大陆去1个礼拜回来，称赞大陆的高铁、大陆的一切。对。现在呢，所以他要面对美国、日本的时候呢，以及在未来选举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有在推动新共识啊，是他不这个顽固不接受，以及国民党这边不接受。”
所以一切两岸的缺乏沟通的管道，是因为新共识没办法建立，所以呢，这都是国民党的责任，中国大陆的责任。这就是另外的一种策略，另外一种摆拍。这种策略其实我们已经见太多了。吴凤山当他问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请问你在9·2共识里面，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哪里？你把台湾国放哪里？就一样的道理，因为9·2共识里面不能够去讲到这样子的政治对决，否则它就不是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概念。好吧，那些都不讲，就讲你所谓的新共识是什么？还是说其实你只是一个新策略？要制造一个你曾经努力过两岸之间的共识，但是呢，责任都是对方，而你是支持和平跟互动的，是吗？就搞个假动作，说好像做点什么，但其实没有要做。对，那这个假动作背后是有目的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